这个是已经泡了1个晚上，但是还不够哦，我们还要继续泡。我会把它换小一点的容器，把这个姜给泡入味。再来就是把糖醋汁灌满就好，再来盖起来就可以了。剩下的这个糖醋汁不要丢掉哦，我们切点萝卜，不用杀青，直接放进来就好，切长条状。这样子啊，萝卜腌大概3到4天，它就非常好吃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庆。古早人讲冬天吃萝卜，夏天吃姜。那从这个立夏后啊，这个嫩姜已经开始在盛产啊。这个嫩姜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。怎么说？它可以拿来直接煮汤、炒菜、生吃啊，甚至可以拿来腌糖醋就像腌萝卜一样。今天要做的就是最家常，而且腌了之后，你随时要吃也可以放得久。然后口味呢，全家大小又都非常适合的来，那我先带到这里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买回来的嫩姜，我个人觉得最好的保存方法就是包起来，然后抽真空。记得真空之间你用这个厨房纸巾把它压着，尽量让它里面可以吸附水分的纸张在里面。来，你看这个是放了整整1个礼拜，应该说今天第8天了。我给大家看。到底会长怎么样？我光这样看我就知道，都还是状态很漂亮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以我的经验，如果没有这样放你单纯只是用一般夹链袋啊或者盒子放，没有办法像这么漂亮。这个基本上跟我刚买回来的真的没有什么差别。这个是正常的整块的这个嫩姜，有头有尾。通常这种比较大块有尾的地方，有的会来做姜丝或是腌姜片。那今天我们就单纯用这个姜的头，比较嫩的这个细头都不用切，简单的处理之后就下去用泡的方式，更简单。那我这个嫩姜呢，已经洗干净，也把表面擦干了。记得表面尽量擦干。因为如果有多余的水分，等一下我们煮好的糖醋酱倒下去的时候再泡，比较容易会变质。这个也是一个重点。好，前处理很简单，你有没有看到紫色的地方？用手轻轻的把它剥掉。这里为什么要剥掉？我跟大家讲，因为这里的口感不好，咬不断，也较老所以通常紫色的地方我们是会把它剥掉。如果你觉得没差，你也可以跟着下去腌，也没关系。但是如果是我会把紫色的地方留着，然后炒青菜爆香用掉。我的这个嫩姜最嫩的头的地方挑好了，然后这里不要丢掉。我等一下再做一道菜教大家，经过一个料理的动作，它就变得很好吃，香气也很足所以今天做2道菜。先来做这个糖醋嫩姜，比例很简单。来，先把白醋倒下来，我的白醋是650cc。再来是糖，很多会用白砂糖，那我自己啦的味道，我喜欢冰糖，因为冰糖它的甜度没那么甜，它会多了一份干，吃了会回甘的干，然后不会那么死甜。还有冰糖做出来的泡菜，我个人觉得啦，它的保水性、保湿啦，那个口感特别好。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冰糖是1公斤，刚好这个大包的冰糖1包1公斤倒下来。开火加热。这里主要呢是要把糖煮到化开，记得不要煮太久，然后也尽量不要让它大滚，因为醋你温度一高，尤其是超过大概70度、60、70度，它的这个酸会慢慢挥发掉。醋香或者是那个酸度都会降低，所以在加热的过程呢，可以一边搅拌一边加热。开始煮的时候呢，我这里是30克的盐加下来，
加盐的主要目的是要让这一锅糖醋酱的味道，我们刚刚讲冰糖会干，对不对？那盐下去会让这个甘味更加明显，之外呢，又可以让它这个甜度吃起来更有层次感。这个过程哦，记得全程中火。以我的经验啊，你中火煮到你去摸锅子的边边，稍微会烫你的手就好了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利用这个余温，慢慢的去把里面的糖拌到融化。基本上你的温度在50至60度，糖一定会融化。那你需要点时间搅拌一下。好，来。我搅拌差不多了哈，剩一点点，那个等一下泡一下就融化了。再来味淋，这是我自己喜欢的味道，加点味淋。加味淋呢，当然也是提升鲜甜的味道香气，所以味淋我就加下来。好，味淋搅拌下去，来再来柠檬，我是用柠檬啦哈，有人是用荆棘子哈棘皮，一样柠檬洗干净。表面擦干水分，这里我就会把柠檬皮削下来。这个柠檬皮在削啊，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它比较硬，啊，你的手要特别小心哦。削好的柠檬皮放到这一锅糖醋汁里面来，用泡的就好，不要煮。因为我喜欢这种黄皮柠檬的风味，它呢没那么呛，然后味道比较温和。如果你要用绿色的柠檬，好也可以，好。那再来挤这个柠檬汁，直接切对半。来，柠檬汁直接加下来，增加一个果香，搅拌均匀就好。搅拌均匀之后，一定要完全放凉，才可以倒进去，跟这些嫩姜一起腌。在这个糖醋汁让它冷却的时候，来做第二道菜。这个就是刚刚从那个嫩姜，那紫色的地方剥下来。这里呢，你只要爆香的火候够，炒出来，不管你是要青菜、肉类、鱼类都好吃，而且绝对不会有难咀嚼的口感。这一道菜的爆香料就是我刚刚剥下那个姜皮，再来白菜，你要白菜、高丽菜都可以因为我的冰箱刚好剩白菜，白菜我就切这样子，等一下可以用。这个宽度大概在3公分左右。好，来直接料理。鸡肉我用的是鸡腿肉，不用腌。如果你今天用的是鸡胸肉这个部位，我会建议你可以抓一点盐，让鸡胸肉的口感更好。炒锅我稍微预热一下，我先加1大匙的油下来。我先大火润锅，我转中火，先来爆香这个姜。刚刚处理下来的姜皮。来，先用中火慢慢的炒我跟大家讲我用橄榄油下去炒这个嫩姜的皮，我有一种错觉，好像在闻野姜花的感觉。真的，你们如果有买，真的试看看，那个味道很清香，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香气的姜味。我用中火慢慢炒香这个姜皮，差不多3分钟，你看它稍微上色了，这个时候再把鸡肉加下来。来，我现在全程都是中火，因为我们要慢慢的炒，把鸡腿肉炒到香上色。最重要是鸡皮的油脂要让它逼出来。我用中火慢慢炒，炒了5分钟上色了，然后你会看到鸡皮还有鸡肉表面擦咔恰恰，白菜放下来，来继续保持中火慢慢炒。慢慢炒，慢慢把白菜的香气，还有透过炒，也会把白菜的水分炒出来。白菜下去，我用中火炒了3分钟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到白菜呢，开始已经软化了。然后呢，锅子里你会觉得更湿润了。关火，关火主要是要让大家不要手忙脚乱开始调味，黑豆酱油1.5大匙。白胡椒粉1/3小匙，喜欢辣一点的朋友，你可以多加一点没关系。再来，开大火，全程大火咯。因为我们没有调味，所以靠这个黑豆酱油，它的甘甜还有微微的咸去炒这个菜，我觉得最好吃。这里我要讲一下，如果你家里是一般的黄豆酱油，我会建议1大匙就好。黄豆酱油比较咸，酱料下去大火炒，差不多1分钟就好。主要是要让酱汁
去吸附在食材里面。九层塔这个时候加下来，九层塔下去，赶快先拌，不然它容易黑掉，受热不均容易黑掉。我觉得啊，只要有加九层塔就是好吃。好，起锅前1大匙的乌醋从边边加下来，来，乌醋下去之后，继续大火炒30秒，让这个乌醋的酸稍微挥发一下，留下的是乌醋的香气。好，关火上菜。来，这道家常味十足的嫩姜炒白菜鸡肉很下饭，尤其是那个汤汁，拌饭拌面最棒。来，我这一锅糖醋汁已经完全冷却了，好，来直接倒下来。来放上去之后，看你是有盖子或者是保鲜膜，把它封好。好，像这样子放在冷藏冰箱。我个人的经验啊，大概最少要4天，然后1个礼拜是最好吃的。今天的嫩姜料理呢，我分享了2道，一道是做腌制的糖醋嫩姜小菜，另外一道我们把剥下来的紫色的姜皮炒一炒，做一道家常的炒鸡丁。希望今天这2道菜分享给大家，你们到菜市场的时候看到现在正盛产的嫩姜，买回来试看看吧。祝你们制作成功！